恭喜大小姐和顾总在这次竞标中打败厉氏，成功拿下价值上千亿项目投资。就算是厉少白再不甘心，也只能对白氏俯首称臣。这一切都是嘉阳的功劳。我和顾嘉阳相恋多年，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。老婆，如果没有你跟爸爸的支持，我肯定拿不下这个项目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去接苏苏吧。她虽是孤儿，却能力出众，对我和女儿细致体贴，所有人都在羡慕我。但是顾嘉阳，今天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小心！幸福。嘉阳，嘉阳，顾嘉阳！怎么了？嘉阳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他怎么突然睁开眼睛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不能说话，也动不了？老公，我到底怎么了？嘉阳，他不会醒了吧？他已经昏迷1整年了，医生都说了，成植物人了，不会醒过来的。老公，我醒了，我已经好了。他动了，他的手动了，嘉阳，嘉阳，怎么好了，我是让你来照顾初薇的，不是让你来大呼小叫的，专业一点，好吧？嘉阳，嘉阳，老公，你别走，我真的已经好了。贱人，害得我在嘉阳面前丢脸！你敢打我？区区一个护工，竟然敢对我动手！真可怜呀，堂堂白氏大小姐，现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躺在这儿？我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现在就算掐死你，别人也会以为你是重病人士。就是看在你对嘉阳还有用的份上，早就弄死你了。他想杀了我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告诉嘉阳，我要报警。顾总，夫人的药我已经重新熬好。顾总，昨天晚上在床上，你不是这么叫的。嘉阳，你在哪里？嘉阳，你在哪儿？别再生气。我哪敢生顾总的气呀？
顾总说的对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护工而已，应该更专业的照顾好夫人才是。小心点，这个家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，还有那么多佣人呢，万一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你这个怎么死？我每次看见他的时候，就像看到一具尸体一样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让他死呀？啊，不是你说过了吗？白初薇现在还不能死，她要是死了，白家这泼天的富贵就轮不到我们享受了呀。这样下去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当上顾总夫人啊？再等等，等我找机会除掉了白成功那个老不死的，白家这泼天的富贵。Then show yourself now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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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 now. Then show yourself now. 谁？谁？佳阳，不会有人偷听吧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可我刚刚明明听到声音了。你说，会不会是白初薇醒来了？是她在偷听我们说话？不可能！医生都说了，他已经是植物人，永远都不会醒过来。一定是他，他都已经睁开眼睛了，一个植物人怎么可能睁开眼睛？一定是他醒来了。他要是真的醒来了，那我们的秘密不是就被……你慌什么？他要是真发现我的事情，我就让他像上次车祸一样，永远都不要醒过来。你跟婷婷阿姨谈论事情了吗？苏苏，你告诉爸爸，刚刚是你在偷听爸爸跟婷婷阿姨谈话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让你不要靠近你爸的房间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就把你送到孤儿院去。今晚叔叔不要去孤儿院。苏苏，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婷婷阿姨不让叔叔吃饭，叔叔肚子饿，叔叔想找爸爸。爸爸让你吃晚饭，但你得告诉爸爸，你有没有听清楚爸爸跟婷婷阿姨的谈话内容啊？叔叔想去拿妈妈给我缝的小兔子，带他一起去找爸爸，所以又回房间了。苏苏乖，苏苏自己去找公妈，让她给你做最喜欢的小蛋糕，好不好？快去吧。这个小杂种太碍事儿了，能不能把他除掉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白初薇跟白素这两个人不许动，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啊！这样，我只是担心一场梦过。那个白痴，车祸的事做得不干净，白崇光那个老不死的已经开始怀疑我，现在要是白初薇跟白素出了事，你觉得他会放过我吗？你给我听好，
你要是也想要白家的龙华府，就不要做多余的蠢事。楚薇，弄不死你，我一定要在你女儿身上讨回这笔账。顾佳雅、易婷婷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、谋财害命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顾佳阳，我们认识20年，结婚6年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夫人，我们得赶紧回去了，要不然会被他们发现的。妈妈，苏苏，对不起，都是妈妈不好，一直哭。妈妈生病了，不怪妈妈。放心吧，夫人，虽然现在家里上下都被易婷婷那个女人控制，但是好歹还有我呢，小姐还不至于被他们伤害。王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自从1年前那次车祸以后，顾家阳就把易婷婷那个女人接了进来，现在白家整个上下都是他们说了算。那我爸呢？我爸不可能任由他们2个只手遮天的啊！我爸呢？自从夫人出事以后，老爷就伤心过度，经常神志不清。要不是老爷一心只想把白事交给夫人你，恐怕现在早就……怪我了，是我自己闹出事。不关妈妈的事，因为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的爸爸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真的，真正的爸爸脖子上有一道疤，现在这个爸爸脖子上没有。爸爸，佳阳，佳阳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还说没事，这么一大道口子，肯定要留疤了。这哪里是疤呀？这是苏苏留给爸爸爱的勋章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不可能，那张脸明明是佳宇。如果他不是顾佳阳，那他是谁？如果他不是佳阳的话，那到底是谁冒充我老公的身份，要治愈我的孩子，还要家庭于死地？不好，肯定是易婷婷那个女人起疑心了。快，夫人！易小姐，王妈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苏苏小姐吵着要见妈妈，所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夫人需要静养，这个房间除了我以外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你要是不想干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。我不要妈妈，我要王妈。妈妈不走，妈妈不走。苏苏小姐见不到夫人就不肯吃饭。易小姐，要是苏苏小姐身体有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好向顾总交代啊。要不，我还是亲自向顾总请辞吧。好啊，老不死的东西，用顾家阳压我身。我怎么敢呢？谁不知道现在家里上下都是易小姐说了算，只是苏苏小姐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，我也不忍心呀。滚出去！站住！易
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不是想看你这个活死人的妈妈？那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，好好看，给我看仔细点。易小姐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给我滚出去！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昏迷还是假昏迷。小小年纪就敢撒谎，果然是个有妈生没妈教的东西。白初薇，我知道你已经醒了，你要是再给我装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放开我，我爸爸一定会教育你的。你爸爸他呀，爱我爱的要死了，他只会在床上教训。这可比搂着你这个半死不活的妈有意思多了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帮你把嘴缝起来，好不好？缝上的话，你就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乖孩子。打死你这个杂种！好啊，我就知道你这个贱人在装死。我妈妈死了，你害死我妈妈！你已经把我妈妈赔给我！死了？让开！这没有呼吸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刚刚明明已经动了呀！夫人，夫人！妈妈，你求求不要这样，易婷婷，你又在搞什么？夫人，你醒醒！夫人，佳阳，不是跟你说我要动白楚薇吗？他当了凉风吗？我没有懂他，是他自己。佳阳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他不可能死的，他刚刚明明已经醒过来了。公主，夫人已经没有呼吸了，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。他刚刚明明已经醒过来了。公主，夫人已经没有呼吸了，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。说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叫救护车呀！夫人，你一定要继续种下去，千万不能露馅。这是离开这里最好的机会。顾佳阳，易婷婷，咱们走着瞧。佳阳，那个贱人肯定早就醒来了，这一定是他的诡计。万一被他趁机逃了出去，这个医院的医生都是我的心腹，他到底怎么样，逃不过医生的眼睛。顾总，经过我们的检查，夫人现在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仍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丝毫没有醒来的状态啊。不可能！他要是没醒来，怎么会自己掉下床呢？这个植物人在昏迷的时候啊，如果经受了强烈的刺激，确实会有躯体上的反应啊。强烈刺激。顾总，如果您想让夫人尽快的恢复意识，确实是可以多刺激刺激她，说不定哪天她就醒过来了。差点坏了我的好事。佳阳，
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他是在装死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从今天起不准靠近他。他要是死了或者醒了，你知道后果。加油！加油！李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您的话都告诉顾家阳了。不愧是厉少啊，出手果然大方。接下来，你只需要告诉顾家阳，他的夫人需要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是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这里没人，你可以不用装。是是的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想干什么？看来白小姐就算昏迷一整年，也还是没能忘记我。你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记得。厉少白，你蓄意报复驾车肇事，你就应该在监狱里待一辈子。冷静点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指使我肇事的人是你老公呢？不可能，顾家阳根本就没有理由这么做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明明他也在现场，为什么你变成陈毅了，他却毫发无伤？因为他根本不是顾家阳。不可能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诡计，你在胡说八道！白楚卫，我知道你不信我，但是我对你从来没有恶意，相反，我才是那个能帮你的人。这个李少白真是人傻钱多，怪不得总是输给顾总。顾总，这钱是厉少白给你的，他让你干什么？不是，是厉氏集团的不记名黑卡，你还敢撒谎？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顾总，是厉少白，是他威胁我也是逼不得已啊。我说他让你干什么？顾总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隐瞒夫人醒过来的消息啊，是厉少白，是他想利用夫人对付顾总您呐。你说什么？白楚卫醒了？是啊。家阳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那个贱人到底是什么时候醒的？他到底知道多少事情？要是他把我们的事告诉厉少白，那我们……白楚卫。是谁在那儿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男朋友马上就来接我了，你们不要碰我。男朋友？对，我男朋友是顾家阳，他是白氏集团的执行总裁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看来医生说的果然没错，当年那场车祸不仅让白小姐眼睛失明，连记忆都缺失了大部分。这下
能够让我定罪的人又少了一个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丑话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？厉少白明明清楚真相，他为什么要帮我隐瞒？失明？说你瞎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变成瞎子？你干什么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今天一上我要再一上？为什么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？他真的瞎了。夏萍，原谅你真的。你不要碰我，你不要碰我！微微，是我来了。佳阳，佳阳，是你吗？真正的爸爸脖子上有一道疤，现在这个爸爸脖子上没有。他的脖子上没有佳阳身上的那道疤，他根本就不是我老公，我的老公早就死在1年前的那场车祸里了。佳阳，你终于来了，佳阳，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微微，你别害怕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只记得我昨天还在给你过生日，庆祝你生日顺利做了白氏的执行总裁。加油，加油！不对，快报警！我怀疑有人绑架我，有人买通医生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加油！他想绑架我，加油！微微，你别怕。厉少白。你不要以为1年前凭借厉家的权势逃脱了法律的制裁，到现在还可以为非作歹。笑话！我能被判无罪，是因为证据不足，连法院都说了，现场监控缺失，现在连白小姐都失去了记忆，谁能证明当天肇事的司机是我？厉少白，我跟初薇都不会放过你。在此之前，你最好祈祷一下白小姐能想起来些什么，不然能够送我进监狱的证据可就永远都消失了。白小姐，回见了，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。好了，快去上班吧。那我先去了，老婆，一会儿见。去吧。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手势？这明明是佳阳的习惯。老婆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把他送进监狱。老婆，佳阳，我们已经结婚了吗？我到底忘记了多少事情啊？老婆，没关系，慢慢都会想起来的。这样，明天我接你回家好不好？睡一会儿吧。佳阳，你不是要除掉白初薇吗？为什么刚刚要阻止我？你别忘了，厉少白也在现场，他是我的死对头，要是被他发现点什么，
我们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呀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把他带回去吗？一个眼瞎又失忆的白初薇，未必比一个死人好用。有他在，我的身份才不会被白氏那群老糊涂怀疑。可是，好了，既然他已经醒了，你也注意一点，不要露出马脚，坏了我的好事。这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对不起，我总是这么笨手笨脚的。没关系，老婆，你现在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你的眼睛。老公，你真好。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我们结婚之后的记忆了，但是你还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温柔体贴。夫人，我扶你上车吧。老公，他是谁呀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老婆，你别怕啊，他呀是你昏迷的时候，我给你找的护工易婷婷，易小姐，这1年来啊，都归她照顾你了。啊，原来是护工啊，易小姐，我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，你放心，我老公一定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酬劳的，对吧，老公？当然了。婷婷，去给夫人开车门。贱人，还真把我当成下人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取代你的位置。老公，你还记不记得你靠着自己的工资买的第一辆车？记得呀，我当然记得了。那个时候你就跟我说，以后你的副驾驶座位只能留给我一个人，没想到你一直还记得。老婆，你眼睛看不见，还是我来帮你吧。老公，什么声音啊？是婷婷在关车门。老婆，上车。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这是车里，不是你家地里，你乱动什么啊？好了，老公，一个乡下人能有什么见识？估计还没坐过这种车呢，以后习惯就好了。老婆，我来帮你。老公，老公，刚坐上这辆车，我就知道，这还是我们刚在一起时坐的那辆。当然，这辆车是我们共同的回忆，我当然要留着了。你回家吧。你们这对鸠占鹊巢的狗男人，我迟早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老婆，这是我们家，你能想起来什么？
老公，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老公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你该不会以后都跟这个死瞎子演这种戏吧？真恶心！之子，你放心，我跟他演的都是假的，我只跟你演真的。讨厌！妈咪，妈妈，你终于醒了。老公，这个小孩是谁呀？他为什么会管我叫妈咪啊？妈妈，你就是我妈妈。妈妈，你不认识苏苏了吗？苏苏，不可能！我只记得我和佳阳在一起。不对，老公，我们到底结婚多少年了？我们已经有小孩了吗？妈妈，你忘记苏苏了吗？妈妈。一个当妈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孩子。现在正是验证他真失忆还是假失忆的好时候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真的不是你妈咪啊！少见种！小小年纪就学会攀龙附凤了是吧？夫人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苏苏是我的女儿。她跟我闹脾气呢，天天吵着要当小公主，想当你的女儿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不是你的女儿，我是妈妈的女儿。看你就是欠收拾，现在就给我回房间去！我不要女儿了，我不欺负我，我也不让欺负我妈妈。小兔崽子，你活腻了是吧？好了，把孩子带下去吧，不要吵着我夫人休息。好的，顾总。我现在就把他带回房间，狠狠地饿上他3天3夜，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小兔崽子，要不是留着你有用，我早就让佳阳把你给卖了。我妈妈会保护我的。你妈妈她啊，根本就不记得有你这么个女儿，在她眼里，你就是个从乡下来的小土狗。你胡说！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就让你妈咪把你给赶出去。反正她已经不记得你了，到时候你想见她，可就难了。我不要赶我走！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妈妈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苏苏和妈妈的好，她也在没有危险。妈妈还记着苏苏。妈妈，你放心吧，苏苏会乖乖听话的，苏苏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。宝宝，你没事吧？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可是我只记得我跟你交往才没几年，怎么可能生出这么大的一个女儿啊？你没记错，宝宝，来，我们确实已经结婚好几年了，但最大的遗憾就是
还没有一个孩子。老公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。难道他真的是在装失忆，还是说他真的想起来什么？老婆，来坐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呀，就是把身体保重好。老公，要不我们还是把易小姐给辞退吧？你说什么？要不我们还是把易小姐给辞退吧？什么？老婆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要辞退他呀？他是有什么地方让你不满意吗？扣他工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老公，你误会了。我就是觉得我现在不用护工了，家里的佣人照顾我就可以了。而且家里突然多出来这么大一个小孩，我怪不习惯的。要不就让易小姐带孩子走吧。白楚薇竟然连苏苏都忍心送走，看来她是真的失忆了。夫人，我求你别赶我走，求你了。可是我真的不需要护工了，你留在这里实在是没有必要。我不当护工，我可以当佣人呀。你要是把我辞退了，我跟苏苏以后就更难一起生活了。对啊，老婆，婷婷一个人带小孩讨生活很不容易的。对于咱们家来说，多一个佣人，只是加双筷子的事情了。那好吧，老公，都听你的，就让易小姐做佣人吧。好的，夫人，我会好好工作的。贱人，为什么要醒来？你就应该躺在床上当一辈子的植物人，还想让我伺候你？做梦！老婆，我现在要回书房处理工作，你有任何需要就给佣人说。好，老公，你快去吧，老公。婷婷，是夫人，我今天走太远路了，你去帮我换双拖鞋吧。那我去给夫人拿双拖鞋。婷婷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帮我换上啊！我有点累了，扶我回房间休息吧。白初薇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就得意吧，反正你也没什么好日子。快点啊！这拖鞋就是不比经常穿的鞋舒服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是嘉阳送给我结婚1周年的礼物，就在鞋柜里，你去帮我找来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是嘉阳送给我结婚1周年的礼物，就在鞋柜里，你去帮我找来。你穿白初薇的衣服做什么？我不仅要穿她的衣服，还要穿她的鞋，睡她的床，还有她的男人。真是有够变态的。
看到没有？这是他们交往1周年的纪念品，现在都是咱的。没错，奢侈品、豪宅、摆饰，还有这泼天的富贵，都是咱们的。你听见没有啊？我现在就要穿那双高跟鞋，你去给我找来。夫人，家里的鞋那么多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双。就在鞋柜的最底层，那里面都是嘉阳送给我的礼物，我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摆列好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挪动。你去找来就是。贱人，凭什么你一醒来就要抢走我的东西？好的，夫人。夫人，你要的鞋找来了。真的吗？这个材质，这个手感，就是这双鞋。那我帮您穿上吧。好。夫人，我扶你回房间吧。就算摔不死你，最好也给我摔成中毒昏迷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！好疼！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这是？嘉阳，没事吧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婷婷刚才差点把我也给拉下去了，吓死我了。她没事吧？我拉你，明明是你推的我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推你呢？明明是你自己踩到玻璃珠摔下去的，还差点把我也给摔下去了。我穿的可是高跟鞋，还好我反应及时，抓住了扶手。我都感觉这鞋跟都要扭断了。你怎么知道他踩到玻璃珠了？老公，我听见声音了呀，可能是我现在看不见的缘故，所以我现在对声音特别敏感。他撒谎，是他推的我才踩到的玻璃珠。易小姐，我已经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答应让你做佣人了，你怎么还能够信口雌黄？我好端端的推你做什么呀？想要讹钱也不能是这种讹法吧？你够了，婷婷，凡事要讲正确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楼梯上玩弹珠。嘉阳，他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，这样的佣人，我们还留他做什么？你还不向夫人道歉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当然不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了。
不过易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啊？对不起，夫人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你知道就好，还不起来伺候夫人？我的腿受伤了。佳瑶，要不你送她回房间吧，再找个医生给她看看。你也上楼。妈妈，叔叔会保护你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夫人，先把鞋穿上。哎呀，顾总也真是的，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呢？我先扶你上楼吧，啊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个顾总呀，他明知道你眼睛看不见，还不肯让易小姐从楼下的主卧搬出来。明明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上去。你先去忙你的吧。好，那我先去做饭了，你慢点啊。王妈特意来告诉我，易婷婷就住在1楼的主卧里，难道……看不看？好疼！别太担心，只是扭伤，修完几天就好了。白初薇那个贱人，都是他害的我。那还不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啊！顾家阳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是他害得我摔断了腿，你反而怪起我来了。怎么，入戏太深，真把她当你老婆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今天不是白苏阴差阳错出现在那儿，非死即伤的就是白初薇了吧？你差点坏了我的好事。家阳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没想坏你的好事啊。你故意弄来鞋跟，想让他从楼上摔下去，我有说错吗？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许动白初薇？他要是有任何三长两短，等我得到白氏集团，你半点好处都别想得到。夏阳，你迟迟不肯对他动手，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植物人，他坏不了你的好事吗？可是现在他醒了，你为什么？他现在又瞎又失忆，能干什么？他对我还有用？难道你真的相信他瞎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弄坏了那双鞋子，但是那双鞋子我今天刚穿上，他就提了起来，指名道姓的要那双鞋。就算那双鞋是她老公送她的礼物，可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早不提晚不提，偏偏在我今天穿上的时候提。难道你真的觉得他瞎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在装瞎？
谁在那儿？喂，什么事啊？顾总，我听说白总已经醒来了，咱们耽误的项目是不是已经可以推进了？谁告诉你白楚也醒来了？白总亲自给我发的短信了。你是说他亲自给你发的短信？哎呀，顾总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咱们董事会可是都在等着白总恢复健康呢。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。顾先生，顾小姐，顾小姐，夫人已经休息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让开！易小姐，夫人不喜欢在休息的时候被别人打扰，就算是老白总，那也要等他休息起来再说。放肆！你不就是个佣人吗？你凭什么拦着我？就凭我在这个家干了一辈子，就算是顾总，他也没有资格开除你。好了。王妈是爸爸的我们的老人啊，婷婷，你应该尊重她。王妈，微微是一直在房间休息吗？是啊，顾总，不是我说你，夫人的眼睛本来就看不见，她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就算是易小姐受了伤，你也不应该把她一个人扔在楼下。是我疏忽了，我现在就进去安慰安慰她。顾总，易小姐，顾总，易小姐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在休息吗？是的，李经理，接下来的工作你就按照之前的流程汇报给顾总就可以了。谁在那里？夫人，是顾总。老公，老公，易小姐的腿没事吧？她皮糙肉厚的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倒是你，老婆，你的眼睛跟精神都没有恢复，怎么这么着急开始要操心公司的事情啊？我昏迷了这么久，要是再不给董事会一个交代，我怕白氏会出问题。我刚才已经通知了我还记得的那些董事，3天后召开董事会议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，老公？什么不对吗？没有，爸爸还在昏迷嘛，这些事情啊，本就应该你来负责。只是你的记忆没有恢复，我有些担心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才更应该尽快的熟悉以前的环境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想起来了。好，哎，老婆，好，坐。那你好好休息，养好精神。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？夫人，怎么办？一旦他回到白氏，就算他眼下还失忆，白氏还是他说了算。那我们……我苦心谋划这么久，绝对不会让他轻易破坏的。佳阳，你是说白初薇？我很快就能取代你的位置，到时候白氏豪宅还有这数不清的钱，都会是我的了。
老婆，稍等一下。老婆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。老公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我有点担心你啊。去趟公司而已，没关系的。而且虽然我不知道白氏现在什么样，但是我从小跟着父亲身后进出白氏，那些董事伯伯们也很照顾我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走了。老婆再见。夫人，顾总对你可真好。是吗？可不是，家里的佣人都在说你昏迷这1年呀，顾总日日夜夜照顾你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。就拿今天来说吧，顾总一大早就吩咐我一定要开这辆车，说是它最宽敞，坐着最舒服。顾总，今天是你开车送夫人上班？是的，顾总。你也知道，菲菲刚醒过来，身体正是虚弱的时候，需要好生照顾。顾总的意思是，我把家里所有车都试过了，只有这辆最舒服、最宽敞。今天就开这辆夫人上班。顾总真是心细，放心吧，我一定让夫人舒舒服服地坐到公司。你说他今天特意叮嘱你开这辆车送我？是啊。停车！夫人，这可是高速路呀，不能随便停车。停车！马上！佳阳，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吧？放心吧，我亲自动手，只要他上了那辆车，必死。白崇光那个老不死的都已经是个废人了，等白初薇一死，那白氏集团岂不是咱们俩说了算吗？到时候再处置了白粗那个小坏蛋，这白氏不就是咱俩的了吗？等我一下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老公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你也得来一趟公司才行。可是我身体不太舒服呀。可是我今天本来是想在董事会宣布将我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你的，你必须要到现场签字确认才行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白氏股权转让给我？是啊，我今天开董事会就是为了宣布这个，都怪我，自从醒了之后，这脑子也不好使了。不是这样的啊。你这样吧，你现在下车，我过来接你，咱俩一块去公司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老公，我在公司楼下等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白初薇那个贱人到底要干嘛呀？他不可能把白氏集团的股权给你啊！只要我签字就能生效的东西，有什么好骗人的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他已经上了那辆车了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怂恿，我怎么可能动手脚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拿不到白氏股权，我要你也好看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。喂，顾总，你快来吧，我们的车子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意外，夫人她……你说夫人怎么了？喂，喂！
喂，老婆，老婆美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你问这个问题真奇怪，我能有什么事情？刚刚老李跟我说，你们的车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啊！你说什么？刚刚车子没油了，我就嫌太耽误时间，自己打车过来了。老李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就好。哎，老婆，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吧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好，老公，我等你。开车小心点。夫人，还是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这个车子味道闻起来奇奇怪怪的，你还是帮我叫辆车吧，我自己去公司。夫人。对了，老李，我看那个车子脏脏的，你一会儿回去也别开那辆车。好。老婆，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好。这还只是开始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自食恶果。现在，我郑重地宣布一件事：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将我名下所有股权转赠给顾家阳，由他接替我的职位，成为白氏集团的执行总裁。这怎么行？白老爷子都已经病重，整个白氏都指望你了，怎么把所有股权都交给一个外人？外人？承蒙老爷子的厚爱，我这些年都是靠着白家的扶持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就连我跟初薇的婚礼，也是得到了老爷子的首肯，并一手操办。所以，您这是不信任我呀，还是怀疑老爷子的眼光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自从我苏醒之后，我的眼睛不仅失明了，记忆也损失了不少。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，我怕会很难打理好白氏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全权交给家阳。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。白氏是我父亲一手创办下来的，我不可能将他的心血毁于一旦，肯定是要交给最信任的人手里。你说是吧，家阳？你我夫妻本就是一体嘛。既然如此，刘总，将股权转让协议拿出来吧。老婆，你眼睛明显不方便，咱按指纹，按指纹就行。看来我之前根本就是多虑了。这个女人这么爱顾家阳，又怎么会怀疑我？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现在白氏已经是我的了。哦，我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白氏集团董事长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顾家阳并没有资格接管整个白氏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有了超过51%的白氏股权，成为白氏的董事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你的这份文件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应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保安，把他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这里有一份白小姐跟白老爷子5年前签署的协议，规定白小姐若是想转移白氏股权，
白老爷子必须在现场，转让股权的协议也必须白老爷子和白小姐同时签字。不可能！这个协议竟然是真的，上面有老爷子的专属印章。我就说嘛，老爷子现在要是在这里，怎么可能同意白小姐的做派？这份协议是老爷子和白小姐共同签订的，白小姐应该早就知情，怎么这会？你耍我！我没有，老公，我是真心想要将白氏交到你手里的。老公，你相信我。那这份协议你怎么解释？白楚卫，这些年我为了白氏集团任劳任怨，我甚至让白氏打败了厉家，成为京城第1集团。你现在就用这样的协议来羞辱我吗？老公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协议的存在，我不记得。是啊，白小姐不是失忆了吗？不知道此协议也很正常嘛。一份协议而已，让白老爷子出面重新签订一份就好了。是啊，老爷子不是住进疗养院了吗？签个字而已，有那么难吗？是啊，老公，我们尽快找时间去看爸爸吧。正好我苏醒之后还没有见过他呢。啊？难道易婷婷说的没错？白楚薇这个贱人就是在装模作样。老公，你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那要是爸爸不同意呢？爸爸这么喜欢你，怎么可能会反对呢？你忘记了，咱们结婚之前，爸爸就已经决定将来让你接管白氏集团呢。我相信。如果我拿不到白氏，我就让你这个贱人和白崇光那个死老头子作伴去。我和爸爸签订那份协议的时候，除了律师顾家阳也在现场。如果你真的是我的老公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白总，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，只有您和白初薇小姐同时在场签字，股权转赠协议才会生效。你真的同意我和初薇签下这份协议？爸，这是家阳自己提出来的。佳阳，自从15年前我和初薇把你救起来开始，就一直坚信你是个诚实守信的孩子，不然我也不会一直资助你。现在你和初薇就要结婚了，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没有必要搞出这么一份协议出来吧？爸，我很爱楚薇，所以我要为她考虑。我只有签下这份协议，日后就算我有什么歪心思，这样对初薇、对白氏都不会有什么大影响。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。等我找到爸爸的下落，我一定会折磨你到寝食难安、夜不能寐，慢慢的收拾掉你。张老婆，老公，我爸他人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别担心了，爸爸只是有些神志不清楚。快带我去见他。好，顾总这边请。字迹相符，进行 ID 验证吧。ID 相符。顾总，你现在就可以带走白崇光先生。原来他就是顾总，我来这里1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。你来了，佳阳。爸。爸，对不起，我到现在才找到你。
可是刚刚顾总已经替白老先生办理了出院手续啊！你说什么？老公，你已经帮爸爸办理出院手续了吗？我怎么可能擅自让爸提前出院呢？说，是不是我爸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拿这些理由搪塞我？而且我就是顾总，我刚进门，怎么可能让我爸出院吧？您是说您是顾总？那刚才那位？这怎么可能？几分钟前我在车上呀！你装什么傻呀？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帮我爸办理出院手续啊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刚刚我们一直在一起，而且我没有必要这么做呀。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见我爸？你说你为什么？你冷静一点！把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监控视频给我调出来，封锁医院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是。住手！站住！在那儿！好啊，继续跑，假扮我绑架我爸。说，谁会这么干的？顾总，对不起，齐思，作为疗养院的职工，怎么能干出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？顾总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动模型，我知道错了。模型？厉少伟，原来是他带走了我爸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把我爸藏哪儿了？不说知道后果。顾总，我真的没有绑架白老先生。顾总，监控显示李奇思一整天都没有接近过白老先生的房间，带走白老先生的另有其人。上当了！你装什么傻呀？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帮我爸办理出院手续啊？这是调虎离山。老公，是你吗？他竟然没有走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婆，你一直在原地等我吗？老公，找我爸的人找到了吗？我爸呢？没有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报警。老公，一定要把我爸找回来。好，你今天已经很累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能通过血液 ID 验证顾家阳本人早就死在1年前那场车祸中，连尸体都是我亲自火化的。除了白初薇，没有会存顾家阳血液 ID 的。难道事情真的像易婷婷说的那样，他一直在骗我？老公，咱们不是回家吗？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到停车场啊？因为车停得远，司机又刚好有事，所以我们得走过去才行。老婆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把车开了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一个人在这我还是不太放心，还是跟我一起去停车场吧。
哪怕自控能力再差，人在危急关头肯定会有反射性动作，除非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。想见白崇光的话，3天后到嘉阳公园找我。嘉阳公园早在20年前的那件事发生后就已经关停，连名字都是我和顾嘉阳重新取的，只有我和他才知道这个名字，为什么厉少白会知道？夫人，喝点水。苏苏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能这么玩球。你要是砸到夫人，妈，我看易小姐平时也没有时间管她，怪可怜的，就随她去吧。是。苏苏，我们出去玩啊。他平常对白苏视若珍宝，不可能不认他。这要是演的，那演的未免也太好了吧？可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你把白崇光弄进了疗养院关着，他就搞了一份要白崇光签字才能生效的协议，眼看就要拿到白氏了，白崇光却不见了。这难道会有这么巧的事吗？老公，是你吗？老婆，老婆，我呀，正准备再去疗养院看看，有没有其他线索能找到爸爸。老公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老婆，你呀，就在家好好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现在也嫌弃我是个累赘？对不起，我什么都帮不到你。当然不是啦，老婆，这也是我的责任嘛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呀，就是把身体养好，这样爸爸回来了，看到也会开心啊。老公，你还记不记得嘉阳公园？易小姐，我有点口渴了，你去帮我买瓶水吧。易小姐，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我就给嘉良打电话，让他派人给我送瓶水来。哎，我现在就去买。谢谢啊。这个贱人，该不会真的只是想指使我去买水？这个贱人现在让我去买水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点小事你问我干什么？你随便找个最近的地方给他买瓶水不就好了？他一个瞎子还能跑到哪里？可是我……那个贱人跑了。那你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赶紧找啊！慌什么呀？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了。放心吧，我早就准备好。谁在那？
顾夫人看不见我的样子，但总该听得出我的声音吧？厉少白，我没有时间给你废话。我爸呢？就算你绑架了我爸，白氏还有我和顾家阳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打败白氏集团。顾夫人恐怕是误会我了，我明明是想救白氏集团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白老先生已经被我救了出来，要不然现在白氏已经在你那个所谓的老公手里。顾家阳是我的老公，他能力出众，白氏集团迟早会交到他手里打理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所谓的老公根本不是顾家阳，厉少白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恐怕你早就已经察觉到了吧？他真正的身份是顾家阳的双胞胎弟弟顾家胜。你胡说八道！顾家阳他明明是我的老公，难道我连自己的老公都认不出来吗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20年前早就已经公布调查结果了，顾家胜早就和他的父母死在那场意外里了。他不仅没有死，还在20年后意外得知顾家阳竟然过得这么幸福，所以他设计了这一切，目的就是取代顾家阳，得到白氏的一切。不可能，你没有证据，就是在信口雌黄。我当然有证据，我已经把白老先生带了出来，只要你肯将白氏的股份转让给我，我就有办法可以保住你爸爸这辈子的侵权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公，老公是你吗？你快点来救我老公！来得挺快啊，顾家阳。我知道11年前竞标你输给我，你怀恨在心，但这跟薇薇无关，你快放了她！别装了，顾家胜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？你如果不是顾家胜，你就不会处处控制着白初薇。你这么快能找过来，是因为在他身上装了追踪定位器吧？老公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是老公，夫人，是我担心你遇到危险，怕自己不好给顾总交代。对，没有夫人的允许，擅自做这种决定。要是再有下一次，就带着那个小孩一起滚出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顾家胜，你还装腔作势？我劝你还是早点自首吧。这句话应该我跟你说吧。厉少白1年前就杀了跟薇薇，把薇薇害成这般，到现在还贼心不死吗？你还在拿1年前的车祸陷害我？告诉你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1年前的车祸是我干的。当然有证据了。他的身上为什么会有和家阳一模一样的伤痕？还说没事，这么一股子肯定要留疤了。这哪里是？这是苏苏留疤。真的顾家阳，可是视频里的人根本不是我。厉少白啊，你要是有什么想说的，跟警察说。厉少白，你涉嫌绑架和谋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带走。白初薇，就算你眼睛看不见，你跟顾家阳认识了20年，总该分得清他是不是你老公吧？走。
你不要碰我！你不是我老公，你根本就不是佳阳。薇薇，厉少白杀人未遂，证据确凿，他是故意讲这些话挑拨你我夫妻之间的感情了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跟我回家，好吗？是啊，夫人，你一定是惊吓过度才会胡言乱语。等会儿回去，让王妈给你熬个安神扶脑的汤。对了，还有苏苏，苏苏还在他手里，让苏苏给你表演个节目，好不好？一提起苏苏，他就听话，难道顾佳阳？怎么了，老婆？你疯了！夫人，你和顾总认识20年，结婚5年，难道你对他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一个佣人，倒是对我和我老公的事情挺了解的。对不起，老婆，都是我的错。顾佳阳，在我爸还没有找回来之前，白氏转让股权不会作数，你最好永远清楚这一点。放心，他也是我爸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可能现在8成已经开始怀疑你了，要不然干脆直接。现在不行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如要是现在动手，难免会遭人怀疑。还疼吗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白崇光那个老不死的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兵不血刃的收获白氏。一定是厉少白搞的鬼。顾家胜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厉少，顾家胜啊，在20年就死了，你现在应该叫我顾家阳。把白崇光交出来。顾总真会开玩笑。你的人带走了白崇光，通过了血液验证，还有你的亲笔签名。明明是你自己带走了白崇光，怎么找我要起了人？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厉少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白崇光交出来，你就做好准备，在监狱待一辈子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厉少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他是杀人凶手，怎么能放他离开啊？顾总，你提供的监控只能证明厉少受人怂恿，但并不能证明他动手杀人。顾总，白初薇苏醒的事情人尽皆知，
你根本就不可能对他动手。白氏最后落在谁的手里？咱走着瞧。厉少，直接回家吗？不，还要去见一个人。我来了，你答应我的事情。我就知道你会。就算1年前的车祸不是你自己动手，那也跟你脱不了干系。你竟敢在顾家阳眼皮子底下耍花样，你的胆子可真大着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来了，就证明你也怀疑顾家阳，所以我们两个才是同谋。废话少说，我爸人呢？爸，起开！你起开！爸，你再看看我，我是微微啊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是微微。微微，微微要放学了，我要去接她回家。微微，爸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1年前我爸还好好的，现在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在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这样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快起来！我女儿要放学了，我要接她回家。爸，我微微在这儿呢，微微在这儿呢，爸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微微，你看看我。微微，爸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还答应过我，等苏苏长大了，就买一座小岛，陪我和家阳一起过退休生活。苏苏，我的孙女儿，对，都是那些坏人，他们要拆散咱们一家人，他们要害我。爸，你想起来是不是？到底是谁要害你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到底谁要害你？爸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。微微，别哭，跟爸爸回家。爸，你醒醒！爸！我爸他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问过医生了，他是因为长期被虐待，再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，所以才会出现类似创伤综合症之类的症状。虐待？你是说？我一定会让那个混蛋血债血偿。微微，爸，家阳他人呢？我有话要对他说。爸，家阳在公司呢，等你好了，我就让他过来看你。家阳，爸，他不是家阳。爸，你说，我在呢。家阳，微微和白氏就拜托你了。
爸，有我在，一切都放心吧。他的身上为什么会有和嘉阳一模一样的伤痕？还说没事儿，这么一大道口子，肯定要留疤了。这哪里是疤？这是苏苏留给爸爸爱的勋章。难道他才是真正的顾嘉阳？可是他明明长着一张厉少白的脸。白小姐，回见了，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。放心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不用担心。你这道疤，李少，李老爷子找你。你忙你的事情去吧，我爸的事情辛苦你了。好。不管他是顾嘉阳还是厉少白，苏苏的父亲却只有一个。只要我拿他的 DNA 和苏苏的进行对比，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怎么样？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顾总和您的女儿并没有血缘关系。果然是这样。至于另一份毛发的 DNA， 显示他们有绝对的血缘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他们是亲生父女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难道厉少白才是真的嘉阳？他才是我的老公。怪不得我总是觉得你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怪不得你要帮我把爸爸救出来，怪不得你对顾嘉阳的事情这么熟悉，原来你才是我的老公。嘉阳，你怎么会变成了厉少白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现在不是时候。借口！你现在可是白崇光那个老家伙的救命恩人，我让你哄着白初薇在股权转让书上签个字，有那么难吗？你要知道，只要他签了字，那个白氏的资产可都是我们厉氏的。原来，这一切不过是厉少白为了得到白氏的手段。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我还需要时间。厉少白和顾家生一个都不可信，我必须想办法自己救自己。嘉阳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？我不让你看好他吗？怎么，你那么关心他去哪儿吗？你少在这沾酸取醋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坏了我的好事，你知道后果。你真以为我会傻到把人放走吗？要不是我故意放他出门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贱人一直在骗你。你看他哪里像是瞎了的样子？除此以外，他还一个人偷偷去了酒店。我现在怀疑白崇光就被他藏在那儿，我们俩都被他耍了。白初薇，你还敢回来啊？
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我知道你没有瞎，也没有失忆。初薇，你是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吗？你疯了！我不装瞎装失忆，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的老公和你这个贱人搞在一起，然后登堂入室吗？你说什么？看看这些照片，抢走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孩子，下一步是不是连我也想除掉啊？顾佳雅，你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，我们20多年的感情，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不过也不重要了，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，那我也没有必要掩瞒。离婚吧。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，就像我配不上幸福下的他，时间怎么就走到这？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，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。这场游戏虽然不是由我发起，但是我会让你们知道，我不是猎物，我才是狩猎者。难道他其实还没有发现，我根本就不是顾家阳？现在怎么办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闭嘴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上他分话。老婆，你的眼睛跟记忆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我的眼睛前不久就有了恢复的迹象，本来想偷偷给你一个惊喜，没想到顾佳阳，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啊！所以，你今天去酒店真的是检查眼睛？要不是我今天去检查，误打误撞恢复了记忆，我竟然不知道你一直都在骗我。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！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易婷婷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工，她根本就是你的情人。还有，苏苏她是我的女儿，你竟然趁着我失忆，让我的孩子管那个女人叫妈。老婆，你醒来之后，记忆只是停留在我们结婚的时候。现在爸爸情况也不好，我是怕你接受不了，想等你恢复一些再跟你说呀。那易婷婷呢？你背叛我是事实。离婚吧，带着你的女人滚出我家！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我跟易婷婷真的没什么，是她先勾引我的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跟她没发生什么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老婆，你要相信我，
那你让他滚出我家，并且答应我，让他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好，我都听老婆的。等我找到爸爸，我们一家人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好吗？顾家阳，我真是要谢谢哄了白初薇20年，我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获得他的信任。顾家胜，不管你和厉少白谁才是那个害死我老公的人，我都要让你们付出该有的代价。佳阳，佳阳，怎么样？收拾东西，离开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关系，你就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你疯了！你让我现在去哪儿啊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答应过我，让我尽享荣华富贵的。我当然没忘了，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把白氏拿到手。我不会走的。你想啊，他到现在都没发现我不是顾家阳，只要我再装装样子，这白氏不还是我们的吗？那你要装到什么时候呀？难道装到你们两个白头偕老、儿孙满堂？佳阳，你知道吗？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当爸爸了？难道你忍心看着我挺着大肚子流落街头，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私生子吗？这孩子不能留。你疯了！你才疯了！我好不容易让他相信我，你在现在这个时候搞出个孩子来，我现在联系医院，你先去把孩子打了，然后我亲自送你离开。王八蛋！易小姐，怎么还不去收拾你的行李啊？白初薇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顾家阳能被你骗到，我可不会。其实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装瞎，更没有失忆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是怎么被我耍得团团转的。白初薇，你这个贱人！你除了无能狂怒还能做什么呢？顾家阳是不可能让你把这个孽种生下来的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，我们两个谁更贱？初薇，我杀了你！快去前台！王妈一定不会无缘无故让我跑到天台来，这里一定是有什么。夫人，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天台栏杆有些松动，待会儿呀，我得去检查一下。难道王妈的意思是？
我看你还往哪跑！白初薇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你敢杀我，我老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真以为他是你老公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根本就不是顾家阳，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顾家胜。是他角色厉少白把你们送入地狱，你还指望他救你呢？真是可笑啊！哈哈哈！怪不得车祸之后我昏迷了一整年，他却毫发无伤。那我老公呢？你们把我老公怎么样了？早就死了呀，尸体都已经被顾家胜火化，虐狗了。你们这帮畜生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来不及了，你呀，还是下去陪你的死鬼老公吧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顾家阳。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，发生什么事？怎么这样呢？老公，易小姐知道我要辞退她之后，就发了疯似的要拿刀杀我，没想到自己从楼上摔下来了。是都是我的错，天台栏杆早都坏了，我应该让人早点来修了。婷婷，婷婷，你别说话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他已经知道你是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！顾家胜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的女人，你的孩子，都将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！你要当爸爸了？难道你忍心看着我挺着大肚子流落街头，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私生子吗？顾总，很抱歉，由于伤势严重，易小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能活下来。你们这是去？老公，你忘了吗？以前每年的这个时候，苏苏都会去国外的夏令营啊。苏苏，到了夏令营之后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，有什么事就跟王妈说。走吧。不行，不能去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身体刚恢复，现在正是我们一家三口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。老公，家里刚出了这种事情，我真的怕苏苏会有心理阴影，还不如让她这个时候去夏令营呢。婷婷死的不明不白，白初薇在这个时候送白苏出国，难道她……爸爸，我害怕，我要去夏令营。
苏苏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梦见晴晴阿姨要杀我，还要杀我妈妈，我要去夏令营，妈妈要跟我一起去。苏苏乖，等妈妈忙完了事情就去找你好不好？老公，苏苏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，我真的不想苏苏这么小就给她造成了童年阴影。苏苏，那你去了夏令营，要每天给爸爸打电话，好不好？老公，时间真的要来不及了，那我们走了，走吧，苏苏。老公，晚上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，好不好？难道是我想多了？顾佳瑶，你幸福的太刺眼了。佳阳最棒了，又考了全年级第1呀！哎，要是嘉盛有你1半聪明就好了。等回去以后啊，爸爸奖励你一个大蛋糕，只有你一个人有的那种啊！谢谢爸爸。来，妈妈抱抱。你说你的命怎么这么好？爸爸妈妈都死了，只有你活下来，还过得这么幸福。但你知道我这20年怎么过来的吗？我过得猪狗不如。我失去了我的孩子，不过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，还有你幸福美满的家庭都属于我。白苏是顾家阳的亲生女，只有顾家阳的 DNA 才能跟她一样。那这份检测报告，他已经知道你不是。跟上他，记住，我要残废，不要死人。妈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有车跟着我们，是顾家盛，一定是他发现端倪了。我不能这么被动，我一定要将苏苏安全的送走。掉头去商场。妈，不是去机场吗？怎么净在这绕弯？妈咪，我们为什么要下车呀？因为有坏蛋要伤害我们。车里的女人和小孩呢？夫人和小姐早就下车了。糟了，我计划暴露了。公主，白突围跑了。
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夫人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得赶紧走了。王妈，苏苏就拜托你。放心吧，夫人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苏苏的。苏苏，只有送走你，妈妈才能放心去对付那个害死你爸爸的魔鬼。什么？我爸的病情恶化？好，我马上来。夫人，你赶紧走吧，苏苏交给我了。好，苏苏。老婆，妈妈，你来了。老公，苏苏怎么在这儿啊？她不是上飞机了吗？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明天就是我接管白氏的大日子，所以我打算参加完我的上任仪式之后，再亲自送苏苏去机场。我怎么不知道明天是你的上任仪式啊？因为你马上就快要签字了呀。老公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事不急于一时。够了，白楚薇，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要装吗？老公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苏苏的亲生母亲，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顾家阳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只要你跟那个老不死的签了股权转让协议，我也可以是苏苏的好爸爸，你的好丈夫。你做梦！你做梦！你做梦！只要你跟那个老不死的签了这份合同，我不介意一辈子扮演顾家阳，否则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杀了他。好，我签，你放了苏苏。哎，签。不能签，薇薇。对不起，爸，还是签了吧。放了苏苏！这才是我的好老婆吗？明天是我上任的大日子，这么重要的一天，你可千万不要缺席啊！诸位，为了更好的管理公司，我的妻子白初薇将她名下40%的股权转让到我名下。即日起，我将代替白初薇小姐出任白氏集团执行总裁。
签名俱全，顾总接手白氏，理所当然。白氏集团当然要在白家自家人手里才越来越好。薇薇，他可是害你昏迷的罪魁祸首，离他远一点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，白老先生不会有事的。就算你帮了我，我也不会将白氏交给你的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明天我和你一起出席董事会，我会让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。诸位，我和我父亲的确是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，但是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接管白氏，所以那份合同也是无效的。薇薇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没让苏苏去夏令营还在跟我生气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回家我再跟你解释。是啊，白小姐，你们夫妻吵架归吵架，可不能拿白氏来开玩笑呀。就是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是你和白老先生同意将股权转给顾总的，后悔也没用。合同上确实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和我父亲确实将所有的股权都转让出去了，但是转让的对象是顾家阳，而不是顾家胜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顾家阳，打什么顾家胜啊？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想毁了我，好把白氏给厉少白这个小白脸是吗？谁说我空口无凭？我有证据。他根本就不是顾家阳，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顾家胜。是他教唆厉少白把你们送入地狱，你还指望他救你？真是可笑啊！停！诸位，这是易婷婷，因为我要跟她断绝来往，所以才故意泼我脏水，栽赃我。就是一个视频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既然如此，那验一验不就知道了？我记得疗养院那边还有顾总当年的血液 ID 样本，只有顾家阳本人才能和这份血液 ID 样本完全吻合。我同意。血液 ID 样本完全符合。诸位，现在可以证明我就是顾家阳了吧？真正的顾家阳早就死了。等一下，20年前，顾家阳有一个失踪的双胞胎弟弟顾家胜，作为同卵双胞胎，血液 ID 验证一模一样，难道很奇怪吗？李少白，我看你是想往白氏泼脏水，才故意编造出顾家胜的那个人吧？是不是编造？一验就知道。抽我的血吧，我也想知道这所谓的血液 ID 验证是不是真的那么考。李少白，
你不要以为哄着微微相信，就能把我还有白氏拉下水啊！厉少的 DNA 和顾总的 DNA 是完全一样的。说什么？那怎么可能啊？厉少白的 DNA 怎么能跟我一样呢？我猜的没有错，他才是厉少白。因为我才是真的顾家阳。厉少真会说笑，大家看看，他顶着这张脸说自己是顾家阳，我能证明。厉少白才是真正的顾家阳，是我让医生把他整成了厉少白的样子。大夫，我儿子他怎么样？抱歉啊，伤者受伤严重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姐妹，患者烧伤严重，面容全毁，马上进行手术，快！等等，当时我就怕厉少白的死影响了我们历史的发展，恰巧在那时碰上了顾家阳，他在车祸中毁了容，所以我就……你是说，你让顾家阳整成厉少白的样子，就为了你们厉家力挽狂澜？可我怎么会想到，这一切的背后，竟然还有顾家胜的手笔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了我们一家？顾家胜，你还有什么话？就算这个老公说的是真的又怎么样？空口无凭啊！顾家阳，你还是赢不了。当年你给厉少白的车钥匙，提取了你的指纹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可能输呢？我怎么可能输给你呢？说完了吗？还有什么话对警察说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才是顾家阳！放开我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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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瘾的人生出色的皱纹，暂停放了我们写了一笔短暂时间的时间。微微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医生，医生，微微，微微。上天保佑，一定不能出意外啊！上天保佑，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！上天保佑孟微微。微微啊，亲爱的，我过来。孟微微家属，跟我过来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还活着？我也没办法。我到现场的时候，救援队已经在那儿了，我只能顺势送他上救护车。孟微微家属在吗？病人已经脱险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你是专业人士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，让他活得像个白痴。听到我有一个秘密，悄悄告诉你。微微，你今年6岁了。微微长大了。微微，该吃药了啊。不用管那个傻子，今晚搞点刺激。
放心，我给那个傻子加了药量，他今晚不会醒的。毛毛，快刹车！刹车失灵了！妈，爸，这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孩子，是我的孩子吧？是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何医生，救救我！我的腿。接下来你还想玩什么？都听你的。我要你杀了孟薇薇。别着急，宝贝。6年前那场车祸没有整死他，我一个主治医生竟然跟一个傻子当保姆。那该死的糟老头子临死前留了个遗嘱，非要6年之后才能转让出去，要不然他早下去陪那糟老头子了。股权期限马上就到了，那江太太的位置当然是你，所以你就要好好的给他下药，让他做一个不能走路的傻子。和我感谢您这一个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会好好报答你。莫薇在哪？哪有人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我给他下了药的，不可能啊！为了以防万一，上去看看。啊！万一他真的醒了怎么办？一个傻子养着就养着了，要是他真的醒了，那我就送他去见他老弟。看吧，我就说是我看错了。那不一定，你在质疑我的药？小心点总没错。看吧，这下你信了吗？针灸，我也略懂。好，那我要好好见识见识。都说孟氏集团总裁6年来对弱智残妻不离不弃，没想到家里竟然是这个样子啊！连偷情都在他身边，这还不算不离不弃吗？要是被他看到了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看见了才刺激。
微微，微微，你要做什么？微微，你要干什么？微微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如果他知道我恢复意识了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文文姐姐，我好担心你啊！你没事吧？浩宇哥哥坏，你欺负文文姐姐。微微，浩宇哥哥没有欺负我，你误会了。可是我亲眼看到浩宇哥哥打你，然后你还说不要的。微微，我那是在给你文文姐姐按摩呢。啊，对，我这段时间照顾你太累了，浩宇帮我按摩，放松一下。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在微微的床上按摩啊？何医生，你帮我包扎一下。啊，微微，你快休息啊！对，微微，你快点休息吧。鱼肉之痛只是一个开始，你们对我一家人的恩赐，我会加倍奉还的。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你说药量也增加了，他怎么就醒了呢？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是不是装的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微微，今天家里灯坏了，想不想成为家里修灯的小英雄啊？来，我教你，把这个插到那个孔里，灯啊就会亮了。这么快就想要除掉我了？我倒要看看你是真傻还是假傻。微微，快插进去。不按他说的做，我就会暴露。怎么办？快插进去。就算你是装傻，这一下也能让你变成真正的傻子。好啊，你不是把我当傻子吗？那我就傻给你看。微微，你干什么？你快放开我！文文姐姐，你别害怕，等我马上就能修好。不要，微微，你不要插进去，不要插进去，你不要插了！啊，贾浩宇，贾浩宇，贾浩宇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浩宇哥哥，你好棒！文文姐姐还在教我用叉子修灯呢，浩宇哥哥一下子就修好了。虽然我拿真心喂了狗，但我偏偏想与狗计较。何文，好玩，爆炸了！你看到了吧？他就是想杀死我，你还留着他干什么呀？你不是也想弄死他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舍不得？你别忘了，我留着他是为了顺利掌权，他活着比死了对我更有用。再忍一忍，等我当了总裁，他就离死期不远了。赶紧拿到公司，然后把这个傻子处理掉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就不觉得他是在装傻吗？如果他已经清醒了，
继续装傻，又是为什么？难道是他知道了车祸的事？想要查清楚真相，就只能引狼入室。微微乖，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出去一下，你自己乖乖在家啊。微微也想去，带微微一起去。我们2个小时就回来，浩宇哥哥答应你，回来给你讲故事。好吧。那你们要早去早回啊。走吧。2个小时，足够查到你们害人的真凶。还是你聪明啊，来这么一招请君入瓮。如果他是装傻，这不趁着我们不在家搞点事情？我瘫痪了6年，一定是他们给我吃的药有问题，必须要找到这个罪证。在哪儿啊？鱼上钩了。长期服药会导致智力减退、腿脚无力。微微，该吃药了。就是这个药。爸爸妈妈，一定要保佑我，让我成功为你们报仇。糟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孟微微，你如果清醒了，那这座孟家别墅就是你坟墓。药瓶还在。数量也对。难道真的是我们想错了？我去他房间看看。我觉得他就在这里。他如果真的敢耍花样，那我就一针把他送到疯人院去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又落手机。我不是当时让你帮我拿着的吗？哎呀，总算找到了，走吧。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微微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孟微微，你果然在装傻。找到你了！你说了，你说了，不算不算。要不是何文姐姐，我才不会输呢。哼，我讨厌你们！要不是你们，我捉迷藏才不会输呢。捉迷藏？张浩宇小心谨慎，不可能会放任我单独在家。喂，乐乐，今天我们家没有人，来我们家玩捉迷藏吧。好。现在该我抓你了，我数50个数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孟微微，孟微微，你不仅没傻，你的腿也是好的。因为这个房间里没有轮椅。没有轮椅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真笨啊！我要是坐着轮椅的话，就会被你们
发现了。孟薇薇，你果然是在装傻。文文姐姐，你看我学你学的像不像啊？浩宇哥哥，你看我聪不聪明？微微真聪明。我去把轮椅推过来，你去找乐乐。现在下毒的证据拿到，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揭穿他们的真面目。你就真的这么相信他没有问题吗？的确有点古怪。何止是古怪，你头上的伤，上一次他差点就电死我，还有这一次，乐乐突然就冒出来了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过于巧合了吗？现在是我拿下孟氏集团的关键时刻，的确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只有死人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下午我已经收买了公司所有的股东，通过我的就任决议，孟薇薇就让她去见她的家人吧。你该行动。文文姐姐，我们是要玩摸瞎子的游戏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要玩的是逃生游戏。终于要动手了。文文姐姐，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。文文姐姐，我不想玩了。薇薇，你闻一下，试试什么味道？是生日蛋糕的味道。浩宇哥哥，我要吹蜡烛，我要自己吹蜡烛。好，你自己吹蜡烛。救命！快救救我！着火了！快救救我！听说那男的老婆被烧死了。今天本来是我跟我老婆6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想出去给她买个礼物，我回来就……我们已经确认了，应该是死者点燃了蛋糕上的蜡烛引起的火灾，意外，请节哀。老婆，结婚6周年，纪念日快乐。结婚6周年，纪念日快乐。谁啊？先生，您的外卖。我没点外卖。没点？哎，先生，我刚才敲了那么久门都不开门，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是在玩游戏呢。何文姐姐，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。还不走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原来今天是薇薇的生日啊！嘿，今天是你的忌日，今天呢，是你的忌日。吃蛋糕了，吃蛋糕了！薇薇最喜欢吃蛋糕了。为什么不杀他？那个外卖员看到我们在家，现在不能杀他。文文姐姐，这个小人儿好像你呀。嘿，跟文文姐姐一样漂亮。薇薇最喜欢吃了。
怪那个文美媛，如果不是她，孟薇薇早就死了。放心，一个傻子能出的意外多着呢。哼，我等着你们的意外。不过，最让人无奈的，就是意外中的意外。薇薇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要出去一趟，就不能带你一起了。薇薇，要乖乖在家睡觉，不要乱跑，记住了吗？别墅所有门窗全部都锁死了，这就是你们给我设计的意外。总算要把这个包袱甩掉了，今天这一关他肯定过不了。还是你聪明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利用电路制造火灾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。喂，有个坏消息，关于您提议的总裁改选不得不取消了。为什么？董事会接到了律师的电话，说老总裁留了遗嘱，总裁之位只能由他的女儿继承，所有的高级职位变更意见也必须由孟小姐亲自签署才能生效。如果不呢？所有事务将会由经理人团队来打理。快回家！快！这老家伙从哪里来份遗嘱？真是死了还膈应人。还好没出事。薇薇，起床了！怎么回事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快找！没有，我这儿也没有。出去找。好。怎么回事？门也打不开了。薇薇，你在外面吗？快开门啊，薇薇！开门！我起来了。再黑暗的路也会真相大白，就让火光把黑夜照耀成黎明吧。着火了！这怎么着起来了？这么大火，着火了！这么大，你们还有人吗？不能出什么事啊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小姐，屋里还有人吗？只有薇薇一个人。准备救火！好痛，轻点儿。浩宇哥哥，你们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为什么不在房间里？火是不是你放的？说话呀！你为什么在房间里？火是不是你放的？薇薇就是去上了个厕所，薇薇就拉臭臭了。我一出来家里就着了起来，我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情况已经确定了，是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，纯属意外。但是你们两位作为孟小姐的监护人，你们要负主要责任。你不赶紧救人，害得我差点被烧死，现在还说我要负主要责任。孟小姐说了家里没人，她就是一个弱智，你们还信她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烧死我们，是不是？家里不是只有薇薇一个人吗？你们不是都出去了吗？撒谎！你给我撒谎！我听出来了，你们把一位心智不健全的女士扔在房子里，你们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们是出去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薇薇又不知道，还以为你在家呢，不能怪薇薇。啊，对，是。
记得明天交罚款。哎，薇薇，你先回去，我跟你薇薇阿姨处理完了就回去陪你。啊。孟薇薇，来日方长。很好，游戏继续。什么？你要当众宣布孟薇薇恢复神智？你疯了！股东们说了，如果他不签字，没办法股权转让。万一他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我们就完了。放心，就算他是装的，我也有办法让他把不该说的一字一句给咽回去。你该行动了。谁呀？先生，您的外卖。查到了吗？根据你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孟老经常去的那家修理厂，说是江浩宇给他们一笔钱，让他在刹车上动了手脚。人呢？已经被我转移了。江浩宇已经快按捺不住了，你等我通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急需要钱，我养父他多少？50万。打给你了。记住我们的约定，真相就要大白于世。江总摸爬滚打到这个位置，不会看不上我了吧？我到了这个位置，才能更好的看你，不是吗？江浩宇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到了这个位置，全靠的是我女儿。你要是处理不了外面的莺莺燕燕，让我孟家丢脸，那我就处理了你。是。看来这个老东西不得了。老东西在下面很想你女儿吧？放心，等我把公司搞到手，就送她下去跟你团聚。薇薇，前2天姐姐教你的，都记住了吗？一会儿知道该怎么说吧？记住啦。记者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毁了你的总裁梦。哎，是江总的车！哎，来了来了！这次股东大会不知道孟小姐会不会出席啊？快看快看，是不是孟小姐啊？哎呀，是孟小姐！真的是孟小姐！时隔6年，孟小姐终于露面了。他们好恩爱呀！江总，江总，孟小姐终于露面了。江总，听说孟小姐身体好多了，今天是否会宣布接管孟氏呢？回答一下吧，江总。稍后集团会公布新的决策。我妻子身体刚好，请大家让一让。江总，何小姐，请靠近江夫人一点，我们来一张合影吧。来，1、2、3，茄子。We are lying, tell you the truth. 这笑容真是讽刺，下辈子记得改改。小姐，您预定的葬礼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请问遗体什么时候到？1个月内必送达。薇薇，还记得一会儿该怎么说吗？哎呀，记得。你放心，该说的话我已经想象过无数遍了。爸爸，依依想你了，你老不接依依回家，依依不想待在这儿了。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依依，好写。你这个爸爸当的也太草率了吧？怎么就草率了？男孩就叫江一，女孩
也可以叫江依依。难道我的孩子还活着？孟薇薇，如果你是个傻子，看到这个视频你应该毫无反应。如果你是装的，那他就是我最大的丑话。他是谁啊？她是我们朋友的女儿，依依，今年6岁，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。只要你今天好好表现，我带你去找她玩，好不好？好，微微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在今天的会议开始之前，孟总有件事要跟大家宣布。那个孩子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江浩宇一定不会告诉我下落的。薇薇，由于我身体的原因，我决定将名下的股份都转让给江浩宇，并正式变更总裁。为什么要变更总裁呀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该怎么办呀？请孟总签字。孟薇薇，别挣扎了。无论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，今天这个字签定了。孟薇薇没有权利变更总裁。你就是孟征。你谁啊？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，你手里有我父亲给你的遗嘱遗书，需要我签字才能生效。我知道你缺钱，我不需要孟家人口。你是孟家人，请你帮帮我，也帮帮你的养父。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们把无关人等放进来的？无关人等？孟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你一个姓江的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号施令？孟家人还没死光呢。变更总裁，转让股份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谁啊？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拖出去！我叫孟征，我父亲叫孟天德。你们觉得我是谁啊？你们觉得我是谁啊？这老孟总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？他又是谁啊？难道他是传闻当中老董事长的私生子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爸只有一个女儿，就是我妻子。哼，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嘱，上面写明了他将公司一半的股份都赠送给我，他死后将由我和孟薇薇共同管理。这真的是老孟总的字迹，没错，我认识。别来无恙啊，弟弟，姐姐，微微当姐姐了，微微当姐姐啦，当姐姐啦！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
董事会不是已经决议了，如果1个月内我的成绩高于我这位傻姐姐，微微当姐姐啦，就可以合理继承爸爸的产业。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切，我亲爱的姐姐，再会。这个私生子来的有点蹊跷，是不是孟家的种还不一定呢。我们得好好利用他。就算他是孟家私生子又怎么样？孟家死的人还少吗？对了，孟家死的人够多了，我的依依还活着吗？你该行动了。还不走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今天怎么没有按照计划揭穿江浩宇？我的女儿很有可能在江浩宇手中，我们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。你去帮我查一下，依依现在还活着吗？我这1个月都在跟踪他，但是他很谨慎，估计没那么容易找到。那就先从何文下手，我怀疑他在公司还有一个情人。请孟总签字。这个味道这么熟悉，你去调查一下林潇潇。好。江浩宇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，便会生根发芽。如果何文知道你在外面还有一个情人，你说他会不会反咬你一口？怎么回事？何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被这些东西吓着了。等一下，你先出去吧。江浩宇竟敢背叛我！怪不得每天让我去照顾那个傻子，这样方便你出去勾搭别人了是吧？你这口红色号挺好看的。衬衣上的香水味不是我的。最近应酬太多了，你要相信我。江浩宇，我不像那个傻子那么好糊弄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，我的总裁夫人。我不想用之前的事情来威胁你，但你别忘了，你的病还需要我。一定，一定。都逼我是吧？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又晚了。谁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？林潇潇，你就是摧毁平衡的利刃。想找到江浩宇的出轨对象吗？下午2点到公司，你会有答案。说谎者必自食其果，江浩宇，你也躲不掉。主角快来了。我最喜欢的香水，肯定是浩宇给我的惊喜。何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干什么？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就是用的这种香水是吧？敢勾引我男人，找死！你这个老女人，江总早就不喜欢你了。你还说我是老女人，敢勾引我男人，
你今天去公司发什么疯啊？我发疯？你好意思说我发疯？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你要不要问问你自己啊？何文，疯了！我是疯了。江浩宇，我告诉你，别逼我把你当初的那些龌龊事都抖出来，大不了……是不是我最近给你脸了？敢骑到我头上来？江浩宇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当年孟薇她一家3口和她肚子里的野种遭遇的车祸，可都是拜你所赐。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身败名裂。这不是你逼我的，要不是你一直嫉妒孟薇薇，让我去讨好她，入赘了孟家，圆你总裁夫人的梦，你以为你就干净吗？江浩宇，你混蛋！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怪不了别人。放开我，江浩宇！如果不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野狼入室，都是我害了你，江浩宇，我一定会让身败名裂的。江浩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知道你所有的把柄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他如果敢耍花样，那我就一针把他送进疯人院。江浩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碰我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碰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文文，你知道太多秘密了，知道太多会很累的，我帮你解脱。不，江浩宇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！你的心脏越来越衰竭了，依依的身体马上就好了，她的心脏马上就可以给你了。我还要帮你做手术，我还要帮你移植呢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不要！这个世界上有钱还缺医生吗？浩宇，我求求你不要！不要！江浩宇，你这个禽兽，连你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。薇薇，别急，浩宇马上就跟救护车一起来了。哎，怎么偏偏这时候联系不上？是啊，浩宇究竟在干什么？不等了，我送你们去医院。来，薇薇，别急，马上就到了啊！江浩宇太过分了，明天我一上班就撤他的职。老婆，你少说两句。看路，刹车坏了，刹车坏了！妈，爸，你醒醒！爸，好多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依依，我的依依在哪儿？在哪？因为爱上一个人，我害死了我的父母，连累了我的孩子。真正的凶手是那些丧心病狂的人，不是你。江浩宇藏了我的孩子，是为了移植心脏，我必须尽快找到他。这是你医院生产的饲料。是我的孩子，和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宝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他们杀害了我的父母，害我家破人亡，还让我受尽屈辱。可
更让孟氏集团陷入血雨腥风。我怎么能让他们逍遥法外，安然度过一生？黎明之前，总会有一段黑夜，让人沉淀思绪，但也会有黎明破晓，新的开始。何文在哪？昨天江浩宇已经连夜将何文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他俩的关系已经彻底撕裂了。走，去见见我这个好闺蜜。我才是孟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钱、别墅、豪车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浩宇，你是来接我回去的吗？浩宇。孟薇薇，怎么是你啊？浩宇呢？薇薇，你是来救文文姐姐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疯，你看我没疯。浩宇哥哥说，叫我不要相信你说的话。不，江浩宇他在骗你，是他杀了你全家，是他害你变成这个样子的，都是他，是的，都是他，是他。原来都是你做的局，是你一直在招风卖傻，你个贱人！你个贱人！何文啊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不要相信傻子说的话。可是你，不是也深信不疑吗？薇薇，我求求你，救我出去好不好？薇薇，我求求你，救我出去！薇薇，你不想知道依依的消息吗？你可算说了一句有用的。你要是想找到依依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凭什么相信？我那么爱江浩宇，我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独自清醒的活在这个变态的世界呢？是吧？你就不怕我把这些都告诉江浩宇吗？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，你也一样。我是恨你，但我更恨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江浩宇。再说了，跟我合作，你稳赚不赔啊！我只有烂命一条，可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不是吗？说极恶之人的祈求都能得到宽恕，那谁来庇护极善之人啊？孟薇薇，穷途末路的人，你就再相信一次。事成之后，你给我一笔钱，我保证我会永远从这个城市消失。啊！江浩宇为人自私自利，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，你，他更不会在乎。依依没死，他在哪儿？江浩宇其实一直也在防着我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依依在哪。我只记得他好像带他转到过仁爱医院。走。薇薇，你不是答应我要救我出去的吗？薇薇，明天我会让江浩宇来接你，到时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？痴傻6年的孟氏集团千金该醒了。明天去公司。敌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将他们珍视的东西一样样夺走，何文如此，江浩宇我也不会放过。江浩宇一次性了解你实在是太便宜你，我要让你一点一点万劫不复。明天你先去公司，我晚点再过去，别让别人看见了。就喜欢你这样懂事的。
衬衣上的香水味不是我的。以后不要用这个味道的香水，我不喜欢。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？你呀，上次那么不小心，害我被何文那个泼妇撞见，人家现在还疼呢。焦先生，刚才小孟总到家里来，把夫人接走了，说是明天带夫人去郊游。我知道了。孟生，先是让何文因为香水味找我的麻烦，害得我自断臂膀，现在又气死孟微微。看来你明天是想去公司郊游啊。孟小姐怎么来了？今天和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积极治疗，我的姐姐已经彻底康复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看着不像假的。是不是孟氏集团以后就要走上正轨了？以后将由我和我的姐姐来共同管理公司。由于我姐姐行动不便，所以她委托我来处理公司日常事务。今天就当着各位股东的面签署协议。姐姐，孟征，你以为你操控一个傀儡就可以只手遮天了吗？你这点伎俩都是我玩剩下的。孟微微有没有痊愈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姐夫，你难道不希望姐姐痊愈？我当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她能够痊愈，但同时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。我是孟微微的主治医生，孟小姐从来就没有清醒过。浩宇，浩宇，你才救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浩宇，何文，做什么事都是要有代价的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就可以放你出去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凭这张精神病院的诊断书，我就可以随时把你送回来。我会乖乖听话的。孟征，作为弟弟，你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姐姐，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。大家都听到了，我的夫人还不具备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，她还是我单纯的妻子。浩宇哥哥，我的娃娃没带，这一点也不好玩，我要回家。好，我这就带你回家。你休想！微微，告诉我，你有骗过浩宇哥哥吗？没有，浩宇哥哥，小孩子不能撒谎的。那就好。文文，你要乖乖听话。送微微上去。自由的感觉怎么样？谢谢你，孟微微。你怎么阴魂不散？姐姐，看看谁来了。弟弟 ，surprise！ 姐姐，今天带你出去玩。好啊好啊，微微最喜欢出去玩了。微微不会跟你出去的，你走吧。姐夫，你不会再耍什么阴谋诡计吧？你把姐姐管得像犯人一样，这么严格。你不会再耍什么阴谋诡计吧？怎么把姐姐管得像犯人一样这么严格？我怎么可能会像对犯人一样对微微？哈哈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姐夫应该不介意我今天带姐姐出去。位置已经定好了，我们走。走了。别忘了，我是微微的合法丈夫，她得听我的。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。姐夫，我们决力的时间不多了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
姐姐，和姐夫说再见。浩宇哥哥再见，浩文姐姐再见，走喽！微微有清醒的迹象吗？我检查过了，微微最近的状况肯定没有问题。如果她有清醒的迹象，我会给她加大药量的。股权变动的事迫在眉睫，这2天你盯紧她，不能出任何的意外。股东那边恐怕不太好说服吧？这个世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股东要理是利益。查到了吗？我找到当时值班的医生，他说当时的保洁也一起失踪了。我现在带你去见见那位医生。别急，只要你和孟微微还是合法夫妻，他就脱离不了你的掌控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还有依依这张王牌？就算要下地狱，你也该一起下地狱。保洁这条线你要抓紧，尽快找到依依的位置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别太担心。浩宇哥哥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今天弟弟可厉害了，带我去了好多有趣的地方。哎呀，一个可怜的私生子，得靠讨好一个智力低下的傻瓜来上位，真可笑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你不也是靠老婆吗？姐夫，我不一样，我名正言顺，只要有我在，你赢不了。集团是孟氏的，我也姓孟。好巧，你说气人吗？哎呀，是要动手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浩宇，我给你准备了果汁，喝点吧。已经第3天了，江浩宇，你的心脏也该有反应。我这身体最近越来越不对劲了，得加紧安排手术了。我马上着手去安排手术。如果要做手术的话，那我明天是不是要把依依给接回来啊？你最近动不动就提依依，怎么很想她回来是吗？还是说你有事瞒着我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，你如果出事了，那我肯定也跑不了，这个道理我自然是懂的。但愿如此，否则我不介意再送你进去一次。浩宇，我对你的感情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我都好久没有给你检查身体了，不如今晚我就给你检查一下。就喜欢你这么骚的。这里是地址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。浩宇哥哥，股权交易马上开始了，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池。浩宇哥哥，我先躲起来吗？浩宇哥哥昨天晚上不是加班没回来吗？文文姐姐，你要是敢骗我的话，我会跟你生气的。你浩宇哥哥不在这里，微微。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他的声音啦。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他真的不在这里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在跟我捉迷藏。这房间就这么大，他能藏哪儿呢？
那个窗帘后面呢？哎呀，你看，哪儿有啊？那个柜子后面呢？哎呦喂喂，这房间这么空，他能藏哪儿呢？浩宇哥哥真的不在这里哦。文文姐也想休息了，快回去吧啊！好。哎呀，浩宇啊，你没事吧？都怪孟薇薇那个杀千刀的，快起来！这个傻子，我迟早弄死他！臭小子，怎么开车的？眼睛长哪儿去了？你这小子赶着偷胎呢啊！说什么呢你？你看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呀！撞了我就想跑。碰瓷儿是吧？今儿没有个1800，别想跑。这小子怎么这样？也太不礼貌了。拿钱，快来人呐！快点来呀！这不得了了！哎呀！就是别的依依再也不敢偷懒了。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。是妈妈来晚，是妈妈来晚了，都怪妈妈。对不起，依依。你看。依依不认识你，你走开！走开！江浩宇，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可真狠！依依，妈妈带你回家。都怪妈妈，是妈妈来晚了，妈妈带你回家。江浩宇来了，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要带依依一起走。听我说，他现在链子锁着，怎么解也解不开。你要想救他，就赶紧脱险。依依，你确定最近没有陌生人来过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小破地方的，连贼都不惦记来。依依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哎，浩宇，接了依依就快点回去吧，这里又臭又脏的。嗯。哎，哎呀，邻居家的狗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。爸爸，依依，是想爸爸了？爸爸是接依依回家的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就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嗯。真乖。可惜，长得太像他了。解开吧，以后不用来了。好嘞。出去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谢谢老板，我老婆子什么都不知道。来，依依。依依是个好孩子，
别难过了，我们回去吧，会找到依依的。是我对不起他。江浩宇这个人禽兽不如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。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和何文里应外合，救回依依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只要救出了依依，他就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我的了。我们手上的证据足以让他牢底坐穿。怎么样？可以的话，通知医院，马上安排手术。可能不太行，各项指标都不是很好，应该是营养不良，需要补一补。这个张毅怎么办事的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要多久？1个月。不行，10天。10天之后公司股东大会，大会结束之后立马安排手术。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如果不行，你就回你该去的地方。我知道了。手机给我。啊。这2人留给你，有什么事让他们去做。哦。依依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不过跟踪江浩宇的人说，他这2天都在林香肖家，依依应该是安全的。何文回来过吗？不过我用陌生电话号码给他打过电话，一直没有人接。他不会背叛我们吧？应该不会吧。他在村子里的时候，还试图想帮助我们。刚刚有人在思明路附近发现了江浩宇的手下，买了很多食品，可惜跟丢了。那依依一定就在附近。思明路范围这么大，怎么找？依依一定跟何文在一起，江浩宇把他们给禁锢了。我们要赶快找到依依。过几天就是股东大会了，一定要在这之前抽走江浩宇最后一张底牌。今天可是决定集团总裁的选举会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孟征这小子怎么还没来？是啊，太不像话了。孟征怕是临阵逃脱了吧？不管他，既然不来，就算弃权，赶紧宣布吧。不好了，江总，现在外面撒满了传单，说江总害死了自己的岳父和岳母，企图夺走公司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谁在造谣？此事是真是假呀？如果是造谣，我们倒也能私下解决。可现在闹到明面上，江总是杀人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岳父岳母已经故去，现在死无对证，造谣的事我会亲自找人处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会议的流程。谁说死无对证？薇薇，你在说什么？老公，难道你忘了当年是怎么害死我的父母，然后联合何文一起给我下药，让我瘫痪痴傻的吗？薇薇，你是不是今天出门没吃药啊？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浩宇哥哥，惊喜啊！我没有如你所愿的瘫痪痴傻，却要来索你的命了。你的腿？没错，我煎熬了6年，这一刻，我终于等到。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就算他腿是好的，他脑子也不清楚。我可以找医生证明。这2个蠢货接电话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认输？就算你是装的，那你肯定知道依依还在我手上吧？如果你还想见你的女儿的话，就把你刚才的话都收回去。江浩宇，
你拿孩子来威胁微微，已经没有用。怎么办？绝对不能让孩子有事。何医生，冰箱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，孩子这边需要准备什么？依依最近需要好好养身体，不能再吃那些塑封食品了，必须要新鲜的。把手机给我，以后都由我来点。你怕什么？你可以盯着我呀。你可别耍花样。孩子的吃食以后都要注意，一定要新鲜的，不然吃坏了，咱们都担待不起，对吧？付款吧。有线索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是我刚刚划定的区域，接着找。孟章，快过来！我刚查看了4名路段，近1周的外卖订单，有一个叫星城大厦的，竟然连续1周的外卖订单金额都是91.1块。911，没错，一定是何文，他想要利用外卖订单的金额向我们求救。下午就是股东大会了，你先去，一一交给我，马上结合人手，我们去救人。何文，原来是你背叛我！江浩宇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肯放过，我怎么又能指望你能善待我？今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爸爸，何文阿姨说你要挖了我的心，是真的吗？爸爸，我不恨你，但是我也不想你做我的爸爸了。依依，你先跟何文阿姨出去，妈妈一会儿就来找你，好不好？江浩宇，你简直丧尽天良，你真的是不配为人父！滚出孟氏集团，别脏了这个地方！你们在那装什么？你们又好到哪里去？只不过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已。江浩宇，当年我父母一路提携你，而你却恩将仇报，制造车祸害他们惨死，还害我瘫痪，吃傻了6年，害我们母女分离，你就不配为人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有证据吗？谁说我没有？这里面有你收买修车工人的证据，还有医生的证据，医院保洁的证据，还有何文这个证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够你牢底坐穿了。对，有话好好说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我捅死他！好好说。江浩宇，你冷静，你现在放了微微，还有机会自首。机会？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从出生开始就跟你们这帮人不一样，就算我再怎么努力，也追不上你这帮上流人士的脚步。只不过是你的懦夫之言。可我也曾经想过跟你好好在一起，可老天不公平，他给了我一颗即将停止跳动的心脏。江浩宇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逃不掉的。微微，跟我一起死吧，我们一起去投胎，下辈子说不定我就可以当个健全的人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好不容易回到孟氏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面对你，对不起，我会好好照顾孟氏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父亲。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呢？和父亲聊会儿天。你上午干嘛去了？何文认罪了，我写了谅解书，他应该会减刑。他也算是戴罪立功吧。要不是他给江浩宇下的药起了作用，恐怕今天我得在父亲面前再挑一块地。黎明破晓前的黑暗结束了。喂，今天早上监狱那边把江先生送来的时候，已经多处器官衰竭，可能时日不多了。微微，你来了。
帮帮我！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我熬不下去了，帮帮我！从你入狱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交了离婚申请，昨天刚批下来，现在我没有这个权利了。你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帮帮我！我不能帮你死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活着，像腐肉一样，像我6年前一样，余生。